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克鲁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他发现雨里还掺杂着细小的碎冰，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信号。正当他感觉到无助时，眼前出现的一间房屋又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。不过当他走近之后才看到，这房也太破了吧，看起来应该废弃很久了。看情况这场雨可能还会持续很久，克鲁担心还会有冰雹出现，于是他决定先利用这间破房躲避冰雨，等天晴了再继续出发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让你带3件装备在这里生存1个月，请把你要带的装备说出来，我看看有没有真正懂得生存的专家存在。当克鲁看向屋内的时候，里面的情况非常糟糕，不过好在内部都是一些木头，这东西好清理，而且还能当做柴火使用。一般出现冰雨就意味着今晚会很冷，这些柴火就能起到大作用。这些玻璃都是整块的，可能会有用。由于小屋主体框架比较完整，但是内部的结构已经没有什么了。克鲁在清理房间的时候，会将有可能利用上的材料全部都留下来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间破屋最后经过他的改造，竟然成为了中伯利亚荒原中最豪华的安全屋。看天气，乌云又要过来了。克鲁必须要在夜晚之前将小屋改造完成。现在小屋的墙壁并不完整，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屋内进行清理，然后利用刚才收集到的材料将墙壁尽可能的修复完整。现在所用的材料都是刚才从小屋内部清理出来的。当屋内的墙壁已经被他修复完成后，他将开始对小屋进行装修。此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雷声也开始由远至近的响起。听着外面的雨声，克鲁内心非常庆幸，他竟然能在这种糟糕的天气下找到一个小房子，并将它修复。现在他要给自己打造一个豪华大床。之后，他用剩下的木材在床。紧接着，他来到了外面，将所有的木材都放在屋顶横梁上面，以防木材被雨水淋湿。现在一切都已完美就绪，就算是外面持续下冰雹，克鲁也不再担心了，因为小屋很安全也很坚固。但现在的他感觉有一些冷。这种小壁炉虽然体积不大，但是升温效果极好，只需将烟囱的问题解决就能正常使用。回到小屋之后，他将油灯点燃，接着就把炉子升了起来。看到烟囱在正常排烟，说明一切都没有问题。看到被烧红的壁炉了吗？小小的壁炉在熊熊的燃烧，给小屋提供热量。克鲁认为，就算今夜外面达到0度，小屋内也会温暖舒适。他认为他的这个壁炉简直是太好了。克鲁现在非常的安心，他喝了一杯热茶，听声音，外面又开始下冰雹了。而小屋内部既温暖又舒适，疲惫的克鲁今天终于能躺下来好好的睡一觉了。